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善良的人也许会吃一时的亏，也许会被人欺，但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别人欠你，天会还你；别人欺你，天会护你。星云大师说，一时吃亏，一世富贵。做人不要怕吃亏，一个人只要心存正念，随顺因缘，助人为先，即使一时吃亏，最终因果必定不会让你吃亏。欺负老实善良的人，太缺德会遭报应的。老实人把世界想得十分美好，认为每个人都和自己一样的真诚、实在、善良，对待任何人都没有戒备心，对待谁都是倾其所有的付出，却总是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反而被一些缺德的人欺骗伤害，而且还趾高气扬，心安理得地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就不怕遭报应吗？你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儿，善良的人就算饶恕你，天也不会饶恕你，迟早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为什么善人多磨难，好人不长命？人在做，天在看，是忠是奸，天会变；是恶是善，天会判。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善良之人历经磨难，坎坷不顺，而那些作恶之人却能升官发财，发家致富。或许很多人就会问了，难道善人多磨难，好人不长命吗？其实不然，太上感应篇告诉我们，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凡事有起因必有结果，毫无差错。善若被人欺，老天会护你；善人多磨难，因果有玄机。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世上多见恶人欺负善人，很少有恶人欺负恶人。善人在生活中常常被恶人所欺，但从不以怨报怨，因此多处于弱势，磨难就此而生。从因果规律来看，善人不会永远被人欺负，恶人得到的好处也是暂时的。因缘果报，因缘具足，果报极限。古时候李家沟有个李善人，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扶危济困，冬施棉衣，夏施汤药。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李善人本应该得到好报，但是老天就是如此不公。他的小儿子天生聪慧，眉清目秀，但是到了5岁那年，忽然身染恶疾，下肢瘫痪，只能终日卧床。直到小儿9岁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乞丐，李善人将乞丐领至屋内，施舍了他很多银两，又准备茶饭招待了他。乞丐吃饱喝足后，瞬间化身为一位仙人。仙人赐给李善人一瓶药水，小儿服下后，下肢便有了知觉。李善人一家赶紧跪下，向仙人道谢。仙人解释道，李善人，你年轻的时候做生意不诚信，经常缺斤少两，
还坑害自己的合作伙伴，所以老天为了惩罚你，让你儿子从小身患重病。本来你的儿子是要一辈子残疾，但是你这几年行善积德，积累了大福报，你的儿子也受到了恩泽，现在可以正常走路了。如是因，如是果，如是诸恶且莫作，做好事说好话，子多孙多福报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说完之后，先人便离去，祖辈积有阴德，惠恩泽子孙，种下善因，故而享福；种下恶因，果报便会照显。为善之家，如果足有业缘，在目前虽然不顺，可是恶报还完，定然发福。人亏天不亏，世道轮转回。增广贤文中写，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善良的人也许会吃一时的亏，也许会被人欺，但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别人欠你，天会还你；别人欺你，天会护你。星云大师说，一时吃亏，一世富贵。做人不要怕吃亏，一个人只要心存正念，随顺因缘，助人为先，即使一时吃亏，最终因果必定不会让你吃亏。众所周知的品牌老干妈，其创始人陶华碧就是为甘愿吃亏。善良坚强的女性，年轻的时候家里穷买不起菜，她就自家种的辣椒，配上从山上采来的一种草药自制辣椒酱当菜吃。后来丈夫去世后，为了照顾孩子，她摆摊卖凉粉凉面，将她自制的辣椒酱免费提供给客人们。很多人来吃凉粉就是为了吃辣椒酱。她后来开了一个小饭店，没有想到生意兴隆的原因也是因为免费的辣椒酱。但是后来她发现自家店里的辣椒酱越来越不够用。有一次无意间去旁边饭店吃饭，才发现自己的辣椒酱也在这间饭店免费提供。原来是别家饭店来偷，即使这样他也不怕吃亏，假装不知道。他觉得别人喜欢，就让他们拿点。可是他店里的辣椒酱毕竟有限，很多饭店也想要这个酱，于是那些老板就请求他多生产一些辣椒酱来卖。1994年，陶华碧关闭了饭店，成立了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门做辣椒酱。这正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免费送人的辣椒酱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大生意，更让他的身价达到90亿。表面看是幸运，其实这一切的成功都源自他的善良。做个善良之人，吃点小亏也别在意，因为上天从不会亏待一个善良的好人，也不会善待心存恶念之人。古人常说吃亏是福，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因果，一切都是因缘果报在作用。做人要无愧天地，做个好人、老实人，一生行善果，你的人生总能有意外的收获。
行事恒言中说，吉人自有天相，一个人心地善良，多种善因，天必佑之。老天爷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纵容任何一个坏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人生在世，不管你行善还是作恶，必会有果。这亦是佛所宣讲的因果，如行善亦结善果，作恶结恶果。但当下行善之人却寥寥无几。为什么？因为大家更相信好人没好报，坏人活1000年。但这亦是一个误区，也就是说是错误的。俗话讲，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因果业力的成熟，并非说成熟就成熟，亦不是说报就能马上给你报。在佛教之中，报有3种：现世报、来世报、他施报。一、现世报。什么是现世报？现世报就是今生的善业、恶业，在今生试过就成熟，在今生就得到了结果，这叫现世报。分为2种，第一种叫速报。举个简单例子，你昨天晚上请别人吃顿饭，办个事情，别人今天顺风分分钟给你办成了，这就叫立马看到效果。第二种申报，就是在你的肉身所活着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看到它的回报。假设你活80岁，你20岁帮到别人一把，你78岁的时候，别人来给你回报，总算你这一辈能看到了，这个叫申报。然而在现世报之中，最为明显的并不是说上班给工资，退休给退休金等等，而是由于今生所造杀业、作恶等等，导致生活不顺，甚至有的或短命果报。二、来世报。什么是来世报？来世报意思就如我们前面所讲，好人没好报，坏人活1000年，并不是不报，而是当下所行的杀业，所造的诸恶业等等，这些果并没有在当下成熟，而是在来世才报。虽然说当下未得报，但来世不管是行善还是造恶，所获的果都会增大。因果业力并不是一成不变，如我们当下所造恶业，如不发怒忏悔，那么这业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增大。就如我们说，当下活得很幸福，很快乐，能学佛，这些亦是前世积善所起的作用。密勒日巴大师曾说，我们的前世真有出息，他挣来了我们的人身，可是今生的我们，千万不要把未来推到悬崖上。这句话对于当下之人来讲甚是受用。三、他施报。什么是他施报？在佛门之中，时间是以劫为单位，那么这个他施报就是讲今生所造诸业，在来世并不会报，在来世的来世亦不会报，可能会在久远劫之后才报。什么时候具足了这个因缘，什么时候也报了。就如当下出家僧人，出家除了福报大，其最主要的亦是具足因缘，这亦是善报。当因缘具足之后，出家亦能顺利了。
佛门提倡行善，布施断恶，其除了种下成佛之因，亦是让我们能有一个好的果报。万物皆空，因果不空，你种下什么样的因，那么就能所获相对应的果。但果的成熟是需要时间，需要你去坚持的，其并非不报，只是因缘没成熟。你相信因果循环吗？耶稣被他的弟子出卖，官兵来抓耶稣，他的大弟子拿起刀保护他的老师，一刀就把那个士兵的耳给削下来了。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刃者，必死于刀下。你伤害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别人，都是你自己。你帮助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别人，都是你自己。耶稣宁可自己跟他回去，被他们抓，被他们打，被他们杀，也不愿意去伤害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看过圣经，你会发现圣经的新约通篇都是耶稣在跟弟子讲道。耶稣说，如果一个人扇你左脸，你要微笑的右脸递给他；如果一个人要拿走你的外衣，你要把里衣给他。耶稣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爱是3D 空间最高的能量。如果你做的每一件事，升起的每一个念，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爱，都是基于爱，那你一定是合道的。佛陀也说过类似的话，本欲度众生，反被众生度。你总是帮助别人，到最后一定被别人帮；你总是害别人，到最后一定被别人害，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因果法则是真实不虚的，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圣人为因，凡人为果。你们在什么时候会害怕知道吗？你破产了，你马上就要坐牢了，正在有人搞你，你已经负债累累了，你会怕。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造成负灾？为什么会造成你的牢狱之灾？为什么会造成你会被人害，你会被人搞？是因为你之前做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唐朝有一个宰相叫李勉，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去监狱的时候，他突然看到有一个犯人一直在喊：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然后那个李勉就觉得好像他真挺冤枉，跟他一聊，发现还真有可能他是被冤枉的，他就把他给放了。他本来是死囚犯，丞相放他之前跟他讲，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但是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我放了你，我相信你以后也不会做坏事儿。如果你不是被冤枉的，我也希望你再做个好人，要不然我还会抓你。这个犯人就给他放了。放了以后呢，这个犯人就开始赚钱努力，变成了一个地方非常厉害的一个富商。10几年以后，这个宰相因为太正直了，被唐肃宗贬了。贬了以后，这个宰相又回自己的家乡，结果在路过途中刚好就碰到了曾经他放的这个犯人。这个死刑犯看到他以后很感恩，说宰相大人，你曾经救我一命，今天怎么混成这样了？来，去我家，我请你吃饭。
边请他吃饭，心里边想，我一定要回报你，我要感恩你，又是磕头，又是给他金银玉石。吃完饭以后回去就跟他的太太讲，说老婆，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他我今天就是个死人，我今天赚的家财万贯都是因为他给我机会，我们要报答他。他老婆说，那咱给他1000匹布吧。员外说，1000匹不够吗？我的生命就值1000匹布吗？咱们今天家财万贯就值1000匹布吗？他太太说给他2000匹。然后这个时候这员外说，2000匹也不够啊，那无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之心啊。他太太第3句话说，那我们杀了他吧，因为他对你的恩情太大了，你已经报不了了，而且他知道你是死刑犯，如果他拿这个事儿要挟你呢？如果他找我们勒索我们的钱财呢？如果他去报官把我们重新抓了呢？如果把他杀了，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是死囚犯。她老公说有道理，就派了一个杀手去杀这个宰相。然后他的仆人在旁边送茶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他仆人说，这还是人吗？太过分了这2口子。然后就跑去跟那个宰相说他们要杀你。这个宰相听完以后就翻墙跑了，跑到一个饭馆就藏起来。这饭馆的老板就看他神色慌张，就问他说，你干啥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跟这个饭馆老板全讲了一遍。讲完以后，这个饭馆老板也挺义愤填膺的。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黑人爬冲进去了，拿了一把刀。他们俩都很害怕，就问，是不是你就是那个杀手？那杀手说，是的，就是我，他们派我来杀你，我本来要动手的，听到你们在讲的时候，我爬窗上听了一下，我听完以后觉得他们太不是人了，你在那儿等我。那个宰相不知道他要干啥，1刻钟以后，他把那2口子的人头拿过来送给了那个宰相。这是唐肃宗帐下的宰相李冕，是历史真实故事，因果真实不虚。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伤害的每一个人，其实伤害到最后都是在伤害你自己。你在这个世界上帮助的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在帮助别人，都是在帮助你自己。凡动刀剑者，必死于刀下。那个员外如果没想动刀杀别人，他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呢？好人一定有好报，坏人一定有坏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能选择善良的人呢，他都是厚德之人。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当善良的人好欺负。人之所以善良，是因为他选择了善良。你能占到他的便宜，是因为他愿意给你便宜。你能骗到他，是因为他愿意相信你。他搞不过你，是因为他的良心不允许。人呐，其实谁都不傻，只有你自以为是。古话说得好，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莫说恶人无人知，只是早晚事。但叹古往今来中，苍天又饶过谁？做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基本标配。做一个善良的人，就是在为子女谋福报的人。
做一个善良的人，就是在为我们的父母老人积德的人。所以愿你此生善良人，永远争不过天，永远赢不过善。说一句很现实的话，一个人如果过分地伤害别人，最后伤害的一定是自己。每一句难听的话，迟早都是回头的箭，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自己。这个世界上，人在做，天在看，只要你的良心歪了，就一定会得到报应。所以一定要记住，善恶中有报，远报子孙，近报自身。你付出了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行善的人问心无愧，作恶的人自有惩罚。你对别人好，别人好不好不一定，但是你肯定会越来越好。你天天想害别人，你能不能把别人害得不知道？但是反正你肯定到最后一定被害。总是想害别人的人，你能不能害到别人我不知道，反正你到最后一定被人害。我伤害了一个人，我就伤害了我自己，一定会回到我身上，因为他就是我。在三维空间，只要你害一个人，这个人一定会想方设法报复。告诉我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不能得罪任何一个人，因为得罪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置你死地。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用心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到最后一定会帮到你。所以宇宙是圆的，付出什么就会收获什么，叫爱出者爱返。我要告诉你一个神奇的秘密，那就是默念这2句话，你可以化解身边的一切小人，特别是第2句，它将赋予你避免伤害的超能力。这2句话并非我的杜撰，而是我的师父曾经给我的智慧开始。你不妨耐心地听一下，深入了解其中的奥秘。建议你点赞并点击订阅，以免以后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了。第1句，一切恶缘皆有因果，用忍辱去化解。您去忍它，让它再过几年，您再看它，迟早会有人替您收拾它。不要和伤害您的人去较真，因为到最后受伤的还可能是您。您的10张嘴也比不过1张胡说八道的嘴。说一句很现实的话，如果您被狗咬了一口，就算是您把这只狗给打死，也不可能治好您的伤口。所以如果您想要快乐，遇到烂事呢，不要纠缠；遇到烂人呢，更不要去计较。因为有些人他根本不是人，该远离的一定要远离。第2句，小人都是来渡您的，是逆境中成就您的贵人。就像《西游记》里面唐僧师徒一路上遇到了无数的妖魔鬼怪，经历了9981难采，到达西天修成正果。伤害您的人其实都是来渡您的。小人总是欺骗诬陷，背信弃义，无中生有，这些行为会有损福报。他们用折损福报的代价来成就您的人生，您不领情，难道还要怪罪对方吗？那么您遇到过这样的小人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探讨
如何应对生活中的考验。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讲，神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俗语说三指头上有神灵，所以他们会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损人利己之事。无神论者则无法感受到神灵的存在，因此即使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丑事也无所顾忌，只要没被人发现，他就难有悔过之心。没有信仰是非常可怕的，那样绝不会有真正的和睦。曾经去过一个县城的城隍庙，看到了庙檐下挂着一个大算盘，意思是说神灵总有一天要与人算他的善恶之账。那里的横匾写着你又来了，两株有一副对联是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读过之后，心灵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此语道破了天机，它告诉世间的芸芸众生，天理昭昭，因果不爽。它告诫人们，善良的人虽然可能会被人欺负，但是善有善报，最终他会有好报的。恶人恶政，普通的民众可能会惧怕他，但是因果报应总有一天会清算他的恶，恶行定会有恶报，冥冥之中自有公道。其实对于恶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怕他，不论是真怕还是忍让他，在人群里他可以胡作非为，为非作歹，但是天理不会容他，他总有遭受恶报的那一天。还有一些心恶之人，表面上没有具体的体现，而心里却恶念不断，表面上嘻嘻哈哈，满腹的蛇蝎心肠，骗得过人，同样骗不过天理。善良的人有时被当成是软弱的人，常常受到他人的欺负。愿意吃亏的人有时受到嘲笑，忍让的人被认为懦弱。但是时间一久，人们不难发现，善良的人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与帮助，也能博得大多数人的尊重。在神的眼中，只有善良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善良的人可能被他人欺负，但天理必佑之。善良的人心胸坦荡，没有私心杂念，不会欺天瞒的，也不会耍阴谋诡计。面对被人欺负时，经常一笑了之，不会挂记在心，身心清净，心情愉快，因此也就生活在幸福之中。邪恶的人却正好相反，他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罪恶的阴影之中。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提心吊胆的人生与内心坦荡的人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天理报应，丝毫不差。明白此理的人就能洞察天机，就能成为真正的智者。善心常在的人，就是人世间的得道之士。宇宙是那样的浩瀚，生命是如此的庞杂，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时间也是那样的恒久和多样。人的空间也是宇宙无穷层次中的一层。当今人真正生命的来处都很高，所以道有慈悲，要下世讲因果成负，告诉人什么是善恶，什么是正邪，什么是好坏，生命的来处是哪里。
将来的归宿在何处，天堂与地狱，正信与修炼等等，就看人心如何动。作为因果承负来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是宇宙的法则。但人世间又是一个迷的空间，人的一生有好事、高兴事，也有坏事、烦心事。当然人活得也很辛苦，要努力劳作才能温饱富裕，而且人还活在情中。不是有人仰天长问情为何物吗？再加上人出生后所受到的教育和人生经验，给人造成了功名富贵可以通过奋斗获得，爱恨情仇也可以虑心而为。其实人生的功名富贵是由人以前所积下的德和业为根基决定的，并不是按照人的学历、本事来安排在世上的位置的。信不信由你。有好事时，老天不会告诉这是上辈子做的什么好事带来的善报，受到别人欺负时也不会告诉你以前也给别人造成了同样的麻烦，来要债的要多了，下回又被要债，这样人就以为是偶然。在人际间，利益上会有各种权谋心机的考量，真切地体现出一个人的心性境界。当然了，人有为善也有作恶的时候，有忍耐也有发泄等等诸多作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既还了一些业债，积下一些福分，也造下新的恩怨业因。当跨过那道死生之门，下一段的生命历程就又开始了。根据业因的不同，有重新为人继续恩怨情仇的，也有业大转生成其他形式的，很多的去处。天道的作用微妙玄通无比，作恶多的人必然善心少，是因为作恶时所产生的业力会覆盖在人的心灵上，它会影响人的心智，让人遇事从恶的角度考量与行为，难以相信宗教信仰。别人对自己不好，就加倍的回击，恶业越积累越多，最后导致这个生命被销毁。其实这就是惩罚呀。为善的或者说被别人欺侮而忍耐的人，他的恶业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化，同时会得到一种物质教德，它同样覆盖在人的心灵上。得多的人心思清明，肯吃苦，也能忍耐，做事顺利幸福。对于宗教信仰、修炼超脱之事也比较相信，听闻道法后可能有吃苦实修的信念，机缘成熟，还真的能跳出轮回，回归真正的家园。难道这不是对善心、善行的奖励吗？只不过这一切的发生是在一个宏大的时间和空间中，讲求现实的世人不容易相信罢了。跳出来不在一时一事上看的诗，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认知。善良的人心胸坦荡，没有私心杂念，不会欺天瞒的，也不会耍阴谋诡计，面对被人欺负时经常一笑了之，不会挂记在心，身心清净，心情愉快，因此也就生活在幸福之中。邪恶的人却正好相反，他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罪恶的阴影之中。提心吊胆的人生与内心坦荡的人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有一句话叫是非日日有，不听自然无。当我们的心时刻能保持一份清净自然，纵然别人在你面前讲是非，你也当成是没听到一样，这样你的人生自然不会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因为你见若不见，听若不听。善良的人会受恶人的欺侮，但从因果承负规律看，他不会永远被人欺侮。恶人得到好处也是暂时的，因果承负规律是客观存在，不能看到善人被欺就认为不能做善人。我们要少一些指责，多一份宽容，自己过得很自在，他人也会感到舒服。幸福和乐的生活其实就在我们当下，只是我们不懂得过。人生并不复杂，幸福也很简单。正所谓茫茫宇宙大世界，浩然正气冲天的，善恶自有天作证，人善人欺天不欺。人生之前程事业在于淡定，人生的道路曲折坎坷，我们有过荣耀和成功，也有过失败和挫折，有过喜出望外，也有过痛心疾首，有过狂风暴雨的摧残，但也有过艳阳高照的沐浴。面对这些，我们无需大喜过望，也不必大悲欲绝，因为这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人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做好自己，怀一颗柔软的心，行走于天地间。柔软或许感化不了心狠，但至少可以得到平静，活得安逸，每一步都走得无愧于心。只要用一种淡定的心态去面对，必将迎来芬芳的人生。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开篇就讲：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新，愚人曰浩然，佩乎色苍明。孟子也说，无善养无浩然之气。无论是天地的正气，还是个人的浩然之气，都说的是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大气磅礴之意境。此意境只有与天地自然合一之人才会有深切的体悟。善待天地，那是生活空间；善待父母，那是生命来源；善待家人，那是今生最亲；善待同事，那是工作伙伴；善待恩人，那是困苦救星；善待冤家，那是还债主人；善待陌生人，那是未来的姻缘；善待动物，那是人类朋友；善待植物，那是生命美景；善待一切，他们都因世间的大美而存在。古代有一个道德修养很好的人，叫林退斋。这个人福报很好，儿孙很多。他在临终时，儿子都跪在他面前说：您要离开我们了，最后留点什么话让我们终生奉行吧。他说：你们要学会吃亏。这正是他对儿孙的最大关怀，让他们懂得吃亏是福。有一句话叫莫以成败论英雄，并不是赢的人就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他能战胜自己，真正做自己主人的人。多一份宽容，也能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因为你的心是善的。不发怒，
细胞也会过得很快乐，而是要有一颗真正关爱对方的心。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最后吃亏的还是做坏事的人。只是我们的眼光看不到那么远，只看到眼前。孔子在《易传》中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老子也说：大道无畏，上善若水。善行的本身是好的，普天下各种宗教党派都在提倡人人善行。善行不求回报时，奉献才是真善。中国人大多信奉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可惜没有几个人能信奉达则兼济天下。大多数的中国人为了吃饱而努力拼搏，遇到乞讨者能给点零钱，或许这样的行为在物质上对贫者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在精神层面却会像冬日的阳光一般融化行乞者那颗快要冻结的心。人善人欺天不欺，这叫存心有天知。人生的道路曲折坎坷，虽然有过狂风暴雨的摧残，但至诚恳切，久而久之，自有拨云见日。晴天开朗的一天，少一些指责，多一份宽容，自己过得很自在，他人也会感到舒服。幸福和乐的生活其实就在我们当下，只是我们不懂得过。其实人生并不复杂，幸福也很简单。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此语道破了天机。他告诉世间的芸芸众生，天理昭昭，因果不爽。恶人普通的民众可能会惧怕他，但是因果承负报应，总有一天会清算他的恶。恶行定会有恶报，冥冥之中自有公道。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修善无上，福报无量。愿你善待一切，也被一切善待。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